时代眼泪特辑，对，最满意的单品吧。我非常的不想说这一双。嗨，大家好。今天呢，又是一年一度的购物总结环节。因为去年有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买的 best purchase 和 worst purchase。然后今天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两个来一起分享一下最近一年来我们好的消费和不好的消费，然后主要就是集中在时尚单品。然后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些好的产品，我们如果能找到的话，都会放在资讯栏的部分。坏了要不要也放资讯栏？那我就先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 list， 大家最感兴趣的包包的部分，就是我觉得这个 The Road Terrace， 如果大家看过我们的巴黎购物分享的话，应该记得这个包。而且我最近的 vlog 也是一直都在背这个包，因为我觉得这个包真的超级的实用，而且貌美。它从实用的角度，它自重真的非常的轻。这个呢就要说到，我觉得我今年不会再买的就是自重很重的包，包括我之前劝 Henry 不要买 Andiamo 的原因，主要也是因为那个包的自重真的非常重，虽然它很美很好看。说到重的包，我就不得不提我这个19，我也是现在我都很喜欢，我觉得它设计啊什么都很好看，然后背起来也蛮时髦的，然后它的这些链条的点缀我挺喜欢的，然后也挺松弛的感觉，因为它是软软的。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自重真的太重了，所以呢就导致我比较少背它。这个倒不是我过去一年买的了，就是我已经拥有几年了，但这几年的使用体验，我就觉得重的包我可能就不会再考虑了，不管它多好看，因为你就会比较少背它，其实就蛮可惜的。那 Birkin 这个包我觉得很好看，男生或女生背都蛮好看。但你也很少背啊？我很少背的原因是因为我要装相机，然后这个相机是装不下的，所以我出门大部分都还是背那个 The Mer 那个包。这个是中号，如果你装一些小的相机是可以的，它容量蛮大的。对。但只是说你要装大台一点的相机就装不下。但如果不需要带相机的话，这个包还是不错。反正我觉得我不会卖掉这个包，我只是比较少用，但我还是很爱它。接着说回这个包，就是一个拉链的设计嘛，然后它里面还有2个内袋，日常我用下来用了这几个月，觉得超级的好用。它的肩带背起来也特别的舒服，因为它的长度刚好可以就是作为一个腋下包背，或者你想要就是单手这样拎着也可以。再加上它的皮质又真的很好，然后怎么搭配都看起来非常的时髦，所以 The Road Terrace 就荣升我过去一段时间最满意的 purchase。今年呢就是没有什么包上的欲望，我就是在安安静静的等我的爱马仕了。那不是欲望吗？之前不是喜欢 Margot 是吗？Margot 我也很想要，没有什么包上的欲望，但是 Margot 好像现在就是到处都买不到，所以就随缘。然后呢，包这个品类，我最近几年就比如说那种爆款的包，我都忍住没有买，即使我觉得它好看，因为我觉得大家家里都难免有几个时代的眼泪，然后我也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好奇的话，可以弹幕留言告诉我，我可以回国的时候给大家拍一下时代眼泪特辑。对，接下来在鞋子这个品类呢，我觉得大家说不定都能猜到，之前在鞋子合集第一双就分享的是一双阿拉亚的这个芭蕾舞鞋，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买的很好，因为就是别看它好像很夸张，全是水钻，但它其实非常的百搭，就是你配任何的衣服都不会觉得 too much。就它其实是蛮日常的一双鞋，而且它橡胶底超级好穿。我觉得鞋子好穿呢，在我心里就又更上一层楼了。怎么会有又好穿又好看的鞋子呀？反正就是这双阿拉亚超级爱。还有一双超级满意的鞋，就是这双 The Road 的鳗鱼皮的乐福鞋 Soft Loafers， 这双也是巨舒服。就我一开始穿有跟大家分享说有一点点压脚背，到现在因为我常穿它，就已经慢慢的松了这边，所以呢就现在穿起来舒适感就更好了，就像一个袜子包裹着你的脚的感觉。这个鳗鱼皮是有一个光泽感在里面的，非常低调但是很有质感的这种光泽，然后我就每次都忍不住低头一直看我的鞋这样子。这个也是在鞋子合集里有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对鞋子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俩的那个鞋子合集的视频，有专门分享我们最满意的10双鞋。因为我也算一样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光泽感没有它这个黑色这么亮。对，它棕色的好像光泽感就稍微差一点，不知道跟颜色有没有关系。然后鞋子要说到不好的，我非常的不想说这一双，就是那双 Kate 的凉鞋，因为通常 Kate 的单品我都会穿的非常多，但这个是一个例外，我觉得是因为它是一个鞋子。那鞋子如果说你穿着没有那么舒服，不好走的话，你一定就会穿的比较少。那这双鞋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不是很适合穿那种夹脚拖鞋，它真的很美，但我就是穿的少。当然不是这个鞋的问题，就这个鞋我还是很爱，然后包括拍照搭配它都没有问题，很完美的一双细带凉鞋。穿的少是我唯一把它放在这个 worst purchase 的原因。
在衣服上，比如说冬天呢，我就非常的喜欢羊绒毛衣。那我去年我觉得买的最满意的一件羊绒毛衣呢，就是这件 Kate 的这个 Abby Sweater， 很厚实的羊绒毛衣，但它整个版型比较宽松，就很 chill 的感觉，穿搭频率非常高。就有的时候没有拍出来，但其实我日常一直在穿这一件。然后我觉得它不管是配裤子配裙子都非常的好看，所以我很爱这件毛衣。再加上它材质是纯羊绒的嘛，非常的软糯，非常的舒服。现在比较倾向于买纯羊绒的毛衣，然后像羊毛的那些毛衣呢，我自己就觉得会穿的比较少一点。比如说 Acne 的这个毛衣裙，也是因为我穿的相对比较少了。像 Acne 这个牌子我还是很喜欢，但是呢，就这一件毛衣裙，我觉得是一个失败的消费，我穿的太少了，然后再加上它材质是羊毛混化纤和一些尼龙，所以呢，我就觉得它穿起来的舒适度比纯羊绒的要差一点，这就是我把它归为不好的消费的原因。然后呢，去年买的最满意的一件大衣呢，也是小版网上的那件流苏围巾的大衣。因为那件大衣首先它材质很好，它是羊绒羊毛混纺的，然后呢它穿起来很舒服，摸起来也是很软糯，再加上它有那个皮质流苏的细节，棕色的颜色嘛，也比较好搭一点在冬天哦。然后那件衣服就是也非常符合我今年在时尚趋势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boho chic。因为马上到春夏了，就跟大家总结一下，我春夏会比较倾向于选择什么样品类的衣服啊，什么样材质，然后这样给大家一些参考。比如说我觉得我去年买的非常满意的就是丝质和棉质的一些吊带长裙，比如说像 The Row 的那件，还有 Kate 的那几件，还有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棉质的 Kate 的这个 T 恤，我觉得也是非常满意的。在夏天就是这种基础款，然后材质好的，穿搭频率会非常高，对，然后也非常好搭配，比如说你配牛仔裤啊，或者配一个亚麻裤啊，都是可以的。总结来看，我觉得夏天像天然的丝，然后棉质和亚麻这几种材质是我比较倾向会选择的。首饰上我非常满意的两个我已经戴在我的手上了，一个就是这个爱马仕的 Kelly Gourmet 这个古巴链的手链，白金材质的，然后这边有那个钻石这样子的搭配，然后它在有一些光线下会非常非常的闪，链子本身也蛮闪的。对，因为它是白金的嘛，它有做一个打磨，觉得很好看的一个手链。珠宝上我今年一直戴的就是这一条项链嘛，就这个宝格丽的 B01 Rock 这个粗链子的项链，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就是它这个粗链条的设计，因为它跟其他 B0 系列的链子都不一样，其他的是细链子，虽然细链子也很好看，但我现在就是更喜欢这种粗一点的项链，大家在这种非常简单的黑 T 上，它就很 pop up， 然后也给你的这种 T 恤增加了一些层次感。珠宝上我觉得稍微差一点意思的呢，就是我买的这一条 Mikimoto 的这个蝴蝶结珍珠项链，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比较不喜欢这种细链子的项链，这个项链本身它是没问题啦，就是我不是说我觉得它不好看或者怎么样，我只是觉得我比较少戴这一点比较可惜，所以我就把它归为了 worst purchase。所以说2025年呢，可能我就不会去买这种细的链条配一个 pendant 的这种，会比较倾向于去找，就是包括大家看我 vlog 一直分享去中古珠宝店呀，或者是一些粗一点链条的项链。然后我觉得珠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一定要买真金白银、纯白金或者纯金这种。我自己不太会去买一些，比如说镀18K 金，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也有买一些那耳环啊什么的，镀金的话它现在就是已经生锈了，就不会再去戴它了。但我觉得像这种真正的珠宝是可以一直戴下去的。小时候我听不懂我妈的劝告，但现在我就是理解了。接下来一个满意的单品呢，就是这个 Jacquemus March 墨镜。如果大家最近看我们的视频，就会发现我一直在戴这个眼镜，因为它是，对啊，因为它真的就是质量非常非常的好，除了自重稍微有点重，找不到缺点，再加上它这个镜腿的设计，我真的很爱，就是这个金色金属的点缀，然后跟你的项链呀或者你的一些首饰都是有些呼应的。我觉得一个好的墨镜也是值得投资，因为我自己墨镜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春夏秋冬都在戴。不好的或者不满意的单品，我其实最近1年啊没有买太多，因为我现在购物就是保持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也不太会买到我自己会后悔的单品，就没有太多的冲动消费。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消费习惯了。然后这样我每一个单品都是我非常满意，慢慢的构建一个我觉得好的一个衣橱。以上就是我自己过去1年的一些购物总结。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换我分享我去年的购物总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CCP 的这个靴子，在巴黎的时候买到的，我就不过多的介绍这双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鞋子购物分享。因为这双鞋子我真的想要非常久了，所以这个绝对是我
2025非常满意的一个单品。刚刚 Tora 分享的 The Road 的曼羽皮乐福鞋，然后我是棕色的，如果有黑色的话，那当然就更好了。当然棕色也很好看，只是说黑色我觉得更百搭一点。4-5码太难找了。对，舒适度真的非常的好，所以我很推荐，如果大家想要找乐福鞋的话，真的可以去试试看这双鞋。而且这双鞋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被我们种草。对，但是这双鞋子现在在全网真的非常的 sold out。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些产品，我们就 link 在下面。下一个呢，一样是鞋子，爱马仕的 Gomeo。这双鞋呢，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穆勒鞋这鞋型，对我来说是利用率非常高，搭配起来我觉得也蛮好看的。而且我觉得每次你穿阔腿裤就把它遮住，露出鞋头，感觉很 chill。对对对，其实有点像勃肯，但是它就是爱马仕。接下来呢是衣服的部分，那我就不拿出来2件非常满意的皮衣，一件就是去巴黎的时候买到那件 Isabel Marant，我很满意的点是因为它的造型比较特别，然后它的皮质感摸起来是非常好的，除了利用率很高之外呢，就是它可以穿得非常长久，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满意的一件单品。而且因为它那件皮有做旧的效果，它是那种植物染，你10年后还是这个效果，不存在旧不旧的问题，它一出来就是旧的。另外一件呢是那件 Prada 的皮衣，然后那一件皮衣呢，我发了一个有点抽象的短影片，反应还不错，是开玩笑的那个影片。对，那一件皮衣我比较喜欢的点就是它的肩膀有点像溜肩的那种感觉，稍微比较特别一点。然后那一件应该是黑色，所以就是我觉得利用率也是非常高的。我觉得这2件都是你可以穿很久很久的皮衣。对，然后去年我买到非常满意的2条裤子呢，都是来自 Isabel Marant，就是2件牛仔裤，一件是在巴黎购物分享的时候分享那条蓝色的，然后还有另外一条呢是黑色的 Janelle。黑色的 Janelle 我很喜欢的点，虽然是阔腿裤，但是它前面稍微有点褶皱，所以让整件阔腿的裤型稍微看起来比较不太一样。之前一直觉得牛仔裤这个品类其实不是很好找，就是要找到一条适合你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或是你身材比例跟我类似的，这2条裤子我还蛮推荐你去试看看的。如果我找得到，我也会把它放在资讯栏里面。再来呢是眼镜类的单品，这个 Jacquemus March 的眼镜，我本来那个眼镜是细框的嘛，这个眼镜我已经戴非常多年了，它真的非常轻，然后再加上它有鼻托了。我觉得对亚洲人来说是比较友好的，所以这样我这2只眼镜就可以有一些造型上的变化。Jacquemus March 它的质量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只眼镜也是我可以戴非常多年的眼镜。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我们之前介绍 Jacquemus March 的那个影片。接下来就是分享一些电子产品，第一个呢就是我的电脑最满意的单品吧，因为我们所有的影片都是从这个电脑产出的。确实。然后具体的规格呢，我就直接写出来，这是16寸的啦。然后它的音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再加上它的荧幕够大，所以就是我剪辑的时候对我来说会比较方便一点。下一个很满意的单品呢是这个三星的 SSD， 我很满意的点呢是因为它的传输速度非常快。下一个电子产品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录的这一台富士的 XT5，这一台相机呢是我们做了一段时间的 research 之后决定要买的相机，用到现在我觉得我非常的满意。富士它有很多胶片模拟嘛，所以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然后去调出你最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好的点就是它不只可以拍视频，然后它拍照其实也是很好看的。对，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这样你就不用带 N 台相机，带1台，然后又可以拍视频，又可以拍照片，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purchase。对。然后因为 XT5 它本身是不带镜头的嘛，所以我们现在买这颗镜头，我自己也是非常满意。1650这个镜头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镜头。然后因为今天主要是分享时尚类单品，如果大家对电子类产品有兴趣的话，我们之后可以再多做一期影片来分享。如果大家对我们平时拍摄的设备啊，或者怎么拍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之后单独跟大家分享，可以弹幕告诉我们一下。然后接下来分享呢，就是我去年买到比较不满意或是利用率比较低的单品。第一个呢是这一件 Isabel Benedetto 的针织毛衣，它其实是棉质的。我觉得我利用率比较低的原因呢，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穿它就是它没有办法很保暖，然后我夏天穿它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太热，利用率没有那么高。这件衣服是我们当时路过 Benedetto 的那个特卖，然后他买了。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指导思想就是你不要因为它打折去买它，你要因为它真的好而去买它。然后下一件是件 BB 牛仔裤，它的材质其实还蛮好的，但是问题呢就出在于它的版型，它的裤筒是非常窄的那种，但是我今年就是非常喜欢那种阔腿牛仔裤，或者稍微宽一点的直筒，所以我觉得穿起来没有那么时髦了。你只能等个10年，等紧身牛仔裤回归了。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缝线是绿色的，在颜色上也没有那么好搭，所以这一件就是后悔的一个单品。下一个呢是这一件 BB 的西装裤，这一件我很喜欢，其实这件是 Matthew Blazy 做的，所以我是My love。那为什么我会把它放在 Worst Purchase 呢？其实是因为它的利用率稍微低一点，因为它的颜色，所以我把它归类在就是 Worst Purchase。但是总体来说，这件
裤子是质量非常好、版型非常好的一件西装裤。而且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它的腰的部分，它这边是有一个金属的扣子，然后这个扣子超级好看，对，非常漂亮。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调整腰围，这个很惊艳。对，因为当时我们发现这个扣子不只是装饰，它是有功能性的时候，我们觉得超级的爱。所以其实它是 best purchase， 其实它只不过只是它的颜色就是稍微利用率没有那么高了，对。但我还是很喜欢这条裤子。好了，那这就是我们的2025年 No Buy， 希望对大家接下来的购物能有一些参考或者灵感。然后大家也可以在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们一下，你过去1年里面最满意的单品跟最不满意的单品分别是什么，或者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时代眼泪带图评论。感谢大家观看这一期影片，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拜拜，拜拜。